我是京城臭名昭著的恶女，直到20岁，依旧无人敢求娶。6岁，试图摔死襁褓中的庶妹，才刚出生，你快把她放下。12岁，往姨娘碗中下毒。17岁，用剪刀让未婚夫从此做不了男人。因此8年再无人敢登门求亲。天桥有个不怕的。不知江姑娘，意下如何？我这人性格极差，说话难听，下手又重，在京都的名声呀，也实不相瞒，我家那个纨绔得很。你若是治得了，不打死就行，不打死就行。聘礼我都带来了。聘礼？这么多聘礼，这是要把我卖了呀？看你往哪儿跑！这得多纨绔呀！走。谢谢世子爷，真好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们只有沉沦在这美好的温柔乡，才能不负这美好的时光啊！哎，金世子，金世子，喝酒！哎，今天本世子开心，所有的酒水都由本世子买单。快点！谢谢世子爷，我的，我抢到了，这儿也有，我的。林世子，听闻国公夫人已经为你选择了京城第一恶女为世子妃，你还如此寻花问柳，张扬高调，就不怕江绵那母老虎跟你闹啊？我乃京城第一纨绔，还怕他这个母老虎不成？给我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！给我一张！我抢到了！您确定要我这荆州第一恶女做您家的世子妃？哎呀，绵绵啊，你恶名在外，这是天降的福分啊！错过了国公府，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不开眼不是，这么独具慧眼的啦。我被求亲，最高兴的就是姨娘了，她恨不得立马把我送走。既如此，要是嫁给一个纨绔，这以后日子肯定不好过。若是能带走我娘的嫁妆，这样日后在国公府也算有底气。你要带走你娘的嫁妆，这未免也太多了些。不止娘的嫁妆，还有家里的田地铺子，都是因为有我经营，所以才获利颇丰。姨娘若是舍不得，那我就不嫁了。反正我在家里逍遥自在，再等个10年8年也无所谓啊。哎呦，不行，再等下去，江家脊梁骨都被戳断了。哎呦，好，这嫁妆我答应你。绵绵，求你了，早点嫁了吧！您确定要我这京中第一恶女做您家的世子妃？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我家那小子，只要你能治住他，条件随你开。国公府位高权重，我不但可以带走我娘的全部嫁妆，脱离这个亲爹不爱后娘祸害的江家，就算日后和离，还可以为我和那远在西北的妹妹寻个出路。好，我答应了。好，那婚期就定在1个月之后，我马上回府准备。老天保佑，我家那臭小子总算有人管教了。
弥陀佛，老天保佑，可算是嫁出去了。看看聘礼去。这个纨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啊？能让堂堂国公夫人向我一个恶女提亲？春桃，随我去看看你未来的姑爷。哎呀，抢了好多张，真大财了这下！这不是江城第一恶女吗？这是来捉奸林世子的吧？这厢好戏看。林相宜，出来！听说这江家女是京中有名的恶女，你当真要娶她？回太子，恶女好啊，娶妻进府肯定热闹，还可以帮我掩人耳目。待大事完成之后，和离就是。你们恶女配纨绔，倒是天生一对儿。林相宜，林相宜，滚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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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子殿下，娘子还在楼上等我，先失陪了。嗯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哪个小娘子在此叫嚷？是啊，上来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这小娘子长得俊俏啊！她就是京中第一纨绔。这位小娘子模样不错，我家那母老虎要是有你一半姿色，我也不至于在这红楼流连忘返。什么情况？你看看他，这俩人想动手，可惜啊，我风流一世，居然娶一个不懂风情的母老虎。小娘子，你是不是也为我不值？确实，那京中第一恶女20都嫁不出去，一定貌若无颜，丑得很。哪配得上世子爷啊？男人寻花问柳，还不是因为家里的女人实在上不得台面，实在是无奈之举啊。小爷我看你比那个什么江绵更好。来，你嫁给我，小爷我重重有赏。哎呦，你看，这样的笑容，世子可还满意？这个东西可不能乱指，万一走火了可不得了。走火，世子您不就喜欢擦枪走火吗？天哪！哎呦，这么厉害！不是吧你？来真的？你不是说我是母夜叉吗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是真正的母夜叉。你就是那个江绵！你别跑！站住！谋杀亲夫啊你！没错，我今天就是要谋杀亲夫。你想追上小爷，再练练吧你！列祖列宗保佑，那个江绵呀，总算是嫁出去了。这婚期呀，就定在1个月后，日子总算有盼头了。哎呀，不好了，姐姐把世子爷给打了，这婚事怕是不成了。什么？
还没嫁进来就穷追不舍几条街，这般迫不及待，看来小爷还真是魅力无限呢。郎君风流倜傥，妾心向往之。不给你好好说通说通经，都枉费我这京中恶女之母。你这个毒妇，怪不得没人娶你。我不和你一般见识，我回家去还不行吗？抢钱喽！差钱了！我的呢？又一仗，这也有。京中第一恶女江年上。娘，头也疼，腿也疼，腰也疼。我要是娶了那个母夜叉，我可就没命给您尽孝了。太医怎么样？回禀夫人，世子爷身体强健，虽有外伤，但都没打中要害，最多是疼上几日，需在府中静养。哇！你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没打中要害？最多就是疼上几日。娘，我是不是没被他打死，就一定得娶那个恶女啊？这么说，这几日小姨都不能出府鬼混了？哎呦，我的眼光真没错，也就江绵治得了我家这纨绔。不是，娘，你能不能好好看看，我还是不是你亲儿子？来人，随我备礼。是。娘，不是娘，哎。红楼毕竟人多眼杂，这样一来，我便可顺理成章的以养病为由，在府内一试。郎君风流倜傥，妾心向往之。哎呀！把江绵娶回来也不是不行。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！哎呀，可以为没了主母，这日子会好过些。谁知道有了江绵这么个傻媳妇，她要是嫁不出去，我的女儿也嫁不出去。那我就不活了。哎，我怎么就生了个你这个逆女呀？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生是江家的人，死是江家的鬼。老爷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别呀，夫人！别了！家里乱成一锅粥了，不如趁热喝了吧。姨娘挂了这么久的白绫，怎么还不上路？难不成是在等黑白无常来催你啊？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爹，老爷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哎呀，夫人！哎，这男人哪有不偷腥的呀？走，现在就跟我去国公府道歉。就算活活这张老脸3拜9叩，我也要把你嫁出去。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老爷，国公府来人了。国公府这么快就来退亲了？哎呀！千错万错，都是我女儿的错。只要国公府不计前嫌，肯把我女儿嫁过去，我1分钱都不要。我这就将聘礼尽数退回，可好啊？倒贴也行，加钱也可以。我们再加1间铺子，加万就装。
完了，家钱也不收了。哎呀，在下奉国公夫人之命，特来感谢小姐。这是蜀绣，1根4亿两黄金，价值连城的。哎，老爷，这幅红宝石里头，我还是在贵妃娘娘头上见过。哎呀，说是波斯国进贡，只有2幅。这幅给了江冕。国公夫人，这是何意啊？夫人说了，世子爷纨绔，还请小姐多多担待。这些是给小姐红楼之举的奖励，若小姐不满意，还可再提。我就知道，打完林相宜，国公夫人只会更想娶我进门。啊，夫人还说了，小姐好手法，等进了府，定要好好指点府上的小厮，怎么打人才能又疼又不伤及筋骨，才能好好整治世子爷这个纨绔啊！哪里是我打得准，分明是他躲得准。看来这一无是处的纨绔还有点东西。哎，踢脚了，踢脚了！夜叉娘子，你自己出来吧。哎，看呐，世子故意给新娘下妃呢。听说是个貌美无颜的恶女，世子想来是不情愿这门婚事。可不是嘛！哎，如果她真长得那么貌美，怎么可能年过20还未婚嫁？可怜世子哟！哎。说不定是他用了什么手段，胁迫世子爷娶她的。这种河东狮进门，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？新娘子长得怎么样啊？不知道啊，别急，我看故事，20多年都没嫁出去。你不是叫我母夜叉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，什么叫母夜叉。这般迫不及待，看来本世子还真是魅力无限。哇，这貌若天仙呀，这是！好看！哎呀，世子爷好福气呀！是啊，这江家大姑娘虽然恶名在外，但却有倾城之姿啊！哎，依我看，若不是世子爷有个好家世，哪能娶得到这样的天仙呀？可怜江家小姐花容月貌，却偏偏嫁给一个这么不省心的世子纨绔。你们这些墙头草，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，哎呦！一拜天地。总算是嫁出去了，真是恨嫁。说是个不愧是嫁不出去的恶女，就这么迫不及待嫁给我啊！2拜高堂。哎呀，什么日子呀！你干什么？不愧是娶不到媳妇儿的纨绔，跪下了，就这么迫不及待娶我啊？还挺记仇。我一般有仇当场就报。好好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夫妻对拜。
各退一步，免得误了吉时。新鲜，世子爷竟然还在意这个。怎么那么逗啊？羞死人了！故意的，就是故意的。是故意的吗？礼成送入洞房。好，恭喜！好，我儿子终于娶媳妇儿了。你人都走远了，还看呢？莫不是想念你家娘子的擀面杖了？快多喝几杯，以后那母夜叉会把你管得死死的，可就没好机会了。恭喜恭喜啊！现在整个京城的赌场都在下注，赌那母老虎什么时候离开国公府，你就给我们透个信儿，再喝酒赚一把。他们赌我能在国公府待多长时间？那目前最长的是多长时间？最多不超过1个月。为何？这林世子的外祖母把他当作心肝宝贝，听说老太太1个月内到京城，所以外头都在传，说，都在传老太太来了，会将小姐扫地出门。那赌多大的100倍呢？什么？100倍？去顺堂，赌我1年不合理。世子爷到了。哎呀，世子爷，今晚你对的那个母老虎，能行吗？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。今晚是我的洞房花烛夜，我一进去，我就给那个母老虎一个下马威，我让他好好知道以后怎么伺候小爷。今晚不是东风吹到西风，就是西风吹到东风。好，世子爷，那您请。江氏，既然你嫁到了我们林家，那我就要好好给你立立规矩，出嫁从夫。我不管你以前有多么凶悍，今后必须以夫为天。我是你相公，我让你往东，你不敢往西，要贤良淑德，侍奉公婆，上得厅堂，下能洗脚。来，先给你相公我洗脚。行，伺候相公是妾应该做的。哎呀，这女人呐，娶回来她就老实了。哎，这药粉沾上一点，就会浑身瘙痒难耐。好好享受吧。夫君，快试试水温合不合适？舒服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还不快？怎么这么痒啊？好痒啊，痒死了。舒服的话，夫君就多泡泡，这痒痒粉有的夫君享受。你个毒妇！不是夫君要洗脚吗？那妾就好好伺候夫君。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行，当然怎么能说不行？这漫漫长夜，夫君可得好好坚持。这漫漫长夜，我坚持不住。好痒啊！嘴上哭着不想去，到了洞房闹得如此欢愉，口是心非。我不行啊！想必呀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抱孙子了。痒死我了！痒，救命啊！说吧，夫君还想让妾伺候什么？
切都乐意至极。你这样不守妇道，我今天晚上就罚你独守空房。下不为例啊！谢夫君哦。给老子下羊粉！你等着！太子殿下，香姨，你这洞房花烛夜挺激烈的呀。你不知道那个女的特别迷恋本世子，那迫不及待的生扑现身，饥渴的很。我这就是怕你久等，我才溜出来的，粘人的很。哎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世子就这么把美人抛弃了，本宫惭愧啊！哎，太子要是觉得亏待我，那就等事成之后赔我黄金1万两就行了。好，一定给你1万两。倒是多亏了那个母夜叉帮我掩人耳目，不过这羊粉，本世子迟早要讨回来。世子爷，该去给国公夫人敬茶了。不去，别让我情报。新婚夜不服管教，害得我养了半宿。本世子就去给他个教训，绝不和这恶毒女人一起奉茶。这里面装的可是我昨晚的洗脚水，只要你进来。江敏，本世子爷的洗脚水好喝吗？你相爷，我杀了你！救命！世子爷，我错了！哎，救命！服是不服啊？我服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以后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救救我！世子爷，救救我！你进来啊！你进来，我就陪你去奉茶。既然世子昨夜辛苦了，那便多睡一会儿。陈桃，我们走。想算计我，那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自食恶果。就这么走了，还关心我？等一下发现了？哎呀，婆婆请喝茶。哎，我的好儿媳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相姨呢？是儿媳哪里做的不好，惹了世子厌恶，这才不怪世子，是儿媳做的太不好了。看来他是故意不来。混账东西，新婚第2天就给我千挑万选的世子妃使绊子。是儿媳不讨世子欢心，还请婆婆不要责罚夫君。真是烦了他了。来，绵儿，这镯子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现在交给你了，你可千万不能被他给拿捏了。相姨日后还要你多加管教。谢谢婆母，儿媳一定好好
督促夫君用功的。我果然没看错，这臭小子娶了你啊，真是我们林家的福气。你放心，这就去收拾他。走。林相爷，就你也敢跟我斗？切！切！哎呀，大早晨的，谁在这骂我？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和你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却不懂得珍惜，新婚第2天就给我无事生非，简直无药可救啊你！打死你我！她算什么好儿媳？明明就是个凶狠至极的母夜叉，都25岁了还嫁不出去，那必有原因。你，我那儿媳妇陪你是绰绰有余，只有她这样的模样，才能治得住你这个纨绔。呸！我看你是毫无愧疚之心，给我上家法！上家法，上家法！不疼，给我打，还是不疼，继续打。疼！别打了，小明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升堂，茶不错啊。你是故意自己去奉茶，害得我被母亲家法处置，对不对？你认字吗？清明，你恶妇！你要写，把和离书也写了吧，早晚我都要和你和离。江家的教养，夫君不是早就领教过了吗？这伯母都没挑剔我什么，你有什么可说的？嘿，你个母夜叉！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？是不是昨天家法没给你打够，皮还在痒呢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有半点世子妃该有的贤德？我跟你睡在一起我都害怕。这样，休想以后再进你的房。进房？夫君既然不想住在这儿，那就别来了，睡书房吧。江敏，我一定休了你。快走吧。本世子先去睡一会儿，一会儿再回来收拾你。哎呀，瞌睡来了，江眠就给我递枕头，正好，缺个理由在书房议事。谁说娶恶女不好啊？娶恶女可太好了。江眠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听闻夫君为红楼的妍儿姑娘写了18首诗词，才华横溢，妾很是钦佩。想来夫君也定能写出18篇策论。不可能。不过，你要是喜欢淫词艳曲，我倒是可以给你写一写。妾觉得夫君一定可以，对吧？
知道我为花魁娘子做了18瓶试子，表面拒人千里之外，暗地里调查我，还说对我不感兴趣。小姐好手段，这才没来几个月，就能让姑爷老老实实的考取功名，认真读书了。能不能考取功名不一定，但书房里一定藏着他的大好前程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听说再有几日，世子的外祖母就要来了。不是还有1个月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听说老太太知道世子受了委屈，所以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为世子撑腰了。既然婆母让我收拾一下林相云，那便没什么好怕的。那江家恶女不会真以为一根擀面杖就能把我困住吧？真男人必须上红楼。走起！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姑爷去红楼了，我们要不要找人拦着？无妨，让他去，给他来个有去无回。这才是我京中第一纨绔应该过的日子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世子爷，哎呀，世子爷，您还没结账啊？记在国公府账上。这怕是有些不妥呀。你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不是我们有意要为难你，是世子妃吩咐了，以后不许您再挂账。哎呀，我们这也是小本买卖，您就体谅体谅，用现银给我们结了吧。不是，我说话不好使是吗？本世子我现在就要走，看你们敢怎么着。那就对不住了，按世子妃的吩咐办事。是。嗯。你这个毒妇，放眼整个京城，哪有这样对待自己丈夫的？我今天就要重振福纲，我休了你！听闻夫君在外棉花素柳，没有银子，竟拿衣服抵了。我堂堂7尺男儿，怎么能让你这个毒妇拿捏啊？看我把你……是我让明儿断了你的银子，你这逆子！新婚才几天，就又去那烟花之地，你对得起明儿吗？还不快给明儿跪下道歉！娘，我才是你亲儿子啊！你才不是我亲儿，从现在开始，明儿才是我的亲闺女。姑爷，这样显得有诚意。你让我跪这个，娘，他让我跪这个，不然呢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好孩子，娘明日要下江南礼佛散心，国公府的掌家权归你。啊！万事皆由你做主。婆母放心，儿媳一定不会辜负婆母的期待。天塌了，这个家里再也没有我容身之处了。
命啊！这个悍妇要本世子的命，哪位好心的神仙来救救本世子啊！小姐，不好了，世子的外祖母来了，我没拦住，人都到前厅了。慌什么？来得正好。见过老夫人。你就是林相宜娶的心腹？正是孙媳。哼，我女儿真是糊涂，怎么让相宜娶了你这么个恶毒的女人？老夫人，我听说这江绵可是京中第一恶女，不让相宜吃饭，还让她睡书房。您说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呀？简直是造反天罡！来人！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，你们是想要造反吗？你们的国公夫人呢？先下去吧。回老夫人，婆婆外出礼佛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这府上大小事务都由孙媳来管，他们自然也听我的。简直是岂有此理啊！你苛待我外孙，此等女人，我们国公府啊可要不起。写好的休书，今日便由我做主，将你这个恶女休出林家。孙媳是林相宜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抬进国公府，就算真要休妻，也轮不到老夫人来做主。你这个小辈，敢对我这个长辈顶嘴，怪不得恶名在外。今天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外祖母又来跟我身边安插人了，随机应变吧。滴答滴答。哎呦，相宜，来来来，宝贝孙儿，快到外祖母这儿来。祖母你来了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哎呀，祖母，您终于来了！您来了，可有人给我撑腰了，我再也不用怕这个凶神恶煞的母老虎了。今日我就是来请你门户的，我们国公府可是高门大户，怎么能被这种恶妇拿捏？婆母是林相宜的亲娘，她尚且对我很满意，不知外祖母是以何身份来干涉呢？那是她糊涂。既然婆母糊涂，那说明外祖母教不好自己的女儿，那又凭什么来管教我？难不成是倚老卖老？住口！就算外祖母倚老卖老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，那又如何？那外祖母是长辈，说的什么都是对的。哎，烦了烦了！你这个孙媳妇儿要爬到我头上来了。孙儿，快动用家法治治她！此等恶女，真的是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！怎么？你要打人啊？小女子自幼与家中护院学过1、2招，这护院说我骨骼清奇，是个练武奇才，特地嘱咐我在外不要随便与人动武。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怕你啊！我堂堂7尺男儿顶天立地，我是不会躲的。这老夫人说的对啊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今天就让我好好来管教管教夫君。江明，我是你夫君。大庭广众之下谋杀亲夫，祖母你救我呀！大胆恶妇，你快把武器收起来！小美，我小美呢？小美，哎，我小美呢？哎
哎，等等，小美，哎呦，小美，外祖母，你怎么能踩死我的小美呢？你陪我，你陪我！哎呀，你不要摇了，小美，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摇废了呀！哎呀，好了，别摇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关心那个蛐蛐儿？你有没有家法？我非教训你不可！夫人，瑶瑶。恶女，身为小辈，胆敢对长辈大打出手，简直是倒反天道！没错，祖母来府上就是客，你对客怎么能这样？你打祖母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能打瑶瑶呢？那既然是客人，岂有抢占主人家宅的道理？来人，送客。是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好啊，江年，以下犯上，欺负老夫人，这下我们只能暂住在这国公府了。来人，帮我把老夫人给抬进客房。我和老夫人好不了，我们就不走。看这样，没有10天半个月，我们是好不了的。老夫人这病，大夫，老夫人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老夫人是气急攻心，病情严重，需要好好休养，切不可再动气伤神呐。老夫人，你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，却在这里为了小辈奔波，没成想他们还倒打一耙，连番羞辱，我真是心疼你啊！大夫，老夫人的病什么时候能好？这可就不好说了。告辞。大夫，江棉，都怪你！这一老一小演得如此卖力，我也不能辜负了他们的用心。既然他们要装，就看他们能装到什么时候。陈瑶瑶，我知道你从小在老夫人身边长大，很关心她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有一手好医术，能够活死人生白骨，这种小病不在话下。不行，老夫人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更何况人太医都治不好，你不许在这瞎捣乱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你口口声声关心老夫人的身体，又拦着我不让我为她治病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江棉说的对啊，反正大夫已经说过，外祖母身体不好，恐怕时日无多，要不然，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吧。可是，表小姐不用害怕，这药是我祖传的方子，保证老夫人喝了药到病除，马上就能醒过来。哦，还有此等神药？童子尿。听说能治老夫人的病，所以小的专门编了一篇。妙啊！老夫人，你
你就忍一忍，反正这童子尿也是好东西，你就当进补了。江绵，你不是说能药到病除吗？这老夫人怎么还不醒？我看你就是存心想害老夫人。世子，你可要给老夫人做主啊！不对，不对，哪里不对？这老夫人年迈体弱，区区一点童子尿治不好她。啊？看来得上些猛药。这为何物？普通针灸治不好老夫人的病，但我有家传秘术，能用钢针刺血。这一钢针下去，老夫人一定能醒。好啊！此等秘术我竟然都不知道，快试试！这么粗的钢针，连牛马都受不了，更别说是老夫人了。江绵，你就是要害死老夫人！外祖母病重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良药苦口，我也是为老夫人好。这一钢针下去，再放半盆子血，保证老夫人药到病除。外祖母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快施针吧，娘子。你这个恶妇，你要害死我呀！哎呀，娘子啊，你的医术果然高超，还未下针，外祖母就醒了，你真是暂时华佗呀！孙媳技艺平平，可能是一番孝心感动了天地。哎呀，你这个不孝的！老夫人，我知道这救人一命如同再生父母，您不用对我感恩戴德。您毕竟是我的长辈，更不能跟我以姐妹相称啊！哎呀，也不用给我磕头下跪，只要下次见着我的时候对我客气点就行。小姨，你立刻马上可把这个悍妇给我休了，然后再去瑶瑶。外祖母，莫要再提了，孙儿的婚事都是母亲决定的，孙儿都被打怕了，可不敢休她。你娶这个恶女，你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吗？老夫人说的对，可惜世子妃之位是我的。就是啊，不过倒是可以添几位贱妾。妾，不知表小姐意下如何呢？江绵，我知道我斗不过你，可你也没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吧？世子，哎呦，瑶瑶再如何，也是知书达理的贵女，不像宝仙人声名狼藉，忤逆犯上，心思恶毒。相宜娶了你，简直是我们国公府家门不幸。老夫人果然是有备而来，如此精神抖擞，想必病已经全好了吧？来人，送客。相宜，我可是从小把你养大的外祖母，你竟然要纵容这个恶女，把我赶出家门！哎呀，老夫人不肯走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留在这里，孙媳好好孝敬你。老夫人您身体不好，我这里有很多民间秘术，这些天都挨个给您试试。哎呀，瞧把您高兴的。先是哪个好呢？这个，先是这个吧。哎呦！来人，送老夫人和表小姐出门，把他们带来的东西也一并送出去。是。你这个恶女，果然有两把刷子。
外祖母是长辈，你这么做，就不怕众人说你不孝吗？掌家权在我手上一日，我就不会让人再得寸进尺一分。再说了，以我现在的名声，再加一条不孝，好像也没什么。一个女子能够这样不在乎名声，想必也是受了不少委屈，才能活得出去。那陈瑶瑶对你情深意重，你喜不喜欢她？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那种人前装模作样，人后嘴馋一肚子龌龊的大家闺秀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我喜欢你这样的。啊，这世上哪有女子能配得上本世子？哎，这时辰也不早了，相公，你快回书房用功吧。用功？不然呢？配得上本世子的女子，就该是利落泼辣、聪明能干、不畏强权的。感觉这恶女江绵倒也合适。相公，今日是我回门之日，快收拾一下，随我一同回去。现在是你求我啊，我可以，但是我可是有条件的。我陪你回门，你呢必须给我放749天假，再资助我去红楼玩上2个月，最后不准再逼我用功读书。如果这些呢你都能答应，那我就暂时委屈一下，在娘家给足你面子，假装一对恩爱夫妻，大家皆大欢喜，如何？我觉得你皮又痒，爱去不去。陈桃，我们走。不是，姑爷陪娘子回去，还讨价还价，不知羞。还有你什么事儿？这个死悍妇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等我回门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哼！快叫人！恭迎世姐回门。小姐，老爷平日不靠谱，今天倒是给足了面子。哎呀，贤婿呀，您来了，令堂身体可好？您能来我们江家，可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来，请。快，姑爷，快请，快请。我给你准备了美食美酒。小姐，老爷怎么这样啊？到底谁才是他的亲生骨肉？就知道纵容姑爷，连看都不看小姐一眼，真是太过分了。无妨，他们惯会拜高踩低。走吧。知道贤婿要来，也特地准备了可口的饭菜。贤婿呀，请上座。贤婿上座，那我就坐您旁边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坐这儿吧。对，小夫妻2个就应该坐在一起，这样显得亲密，亲密。江绵，快过来坐呀！快点啊！你们也别客气了，开饭吧。好，来吃吧。嫣儿，快给姐夫夹菜呀！好。
哎，还是我们嫣儿乖巧懂事啊。不像江绵，从小被我们娇惯坏了，性格顽劣。贤婿呀，听说他将贤婿的祖母赶出了府，还请贤婿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，多多担待，多多担待啊。姑爷一表人才，文韬武略，什么样的好女子找不到？哎呀，娶了我们家大姑娘呀，真是委屈您了。这个说的没错，他呀，确实是目无宗旨，没有家教，就连我外祖母都跟我说，让我休了他。你看，我就说他几句，他就动了。江敏，这回你可落到我手里了，看你还敢不敢对我嚣张？放肆！江绵，你在家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教过你不为妻纲？如今你虽然嫁了人了，也不知道收敛自己的臭脾气，你丢的可是我们江家的脸啊！好不容易才把江绵嫁出去，国公府又财大势大，可千万别又被退回来。老爷说的对，我们要好好笼络姑爷才行。是啊，出嫁从夫，更何况你能嫁给世子爷，还是你高攀了呢。哎呀，女人嘛，就要温柔小义，要好好伺候夫君。难得人家世子爷啊不嫌弃你，你更要对人家好好的感恩，念他的恩情才对呀。爹娘，你们快别说了，姐姐根本听不进去。你看她做了这么久，一筷子菜都没有夹，心里一定还在生我们的气呢。你看看，我们在这里教你孝敬公婆的道理，你却摆个臭脸架子。你自己不吃也就算了，你也不知道为夫君夹菜，成何体统啊！这一桌子菜都是姨母和庶妹爱吃的，这些配菜我一吃就浑身起疹子。我在江家10几年，你们有谁知道？现在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今日不在姑爷面前将这逆女镇住，以后我这岳父颜面何存？还敢顶嘴！你看看你这副牙尖嘴利的样子，你娘要是在九泉之下知道了，也不得安宁。你有什么资格提我娘？我娘要是九泉之下知道我被你们几个欺负数落，她自是不得安宁。你呀！你们从未关心过，现在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做一个景深守礼的大家闺秀？在这装什么阖家欢乐、其乐融融？装什么？他看起来强势泼辣，实际在江家的日子却并不好过。这些年，他孤身一人一定过得很艰难。完了！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江家的颜面何存呐？是啊，哎呀，若不好好管教，外头的人还以为我们江家的女儿都是如此，那我的嫣儿还怎么叫好人家呀？你呀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逆女！江绵是本世子的世子妃，本世子都不忍心动她一根手指，我看谁敢动她。从小到大，我习惯了独自处理一切，还是第一次有人维护我。这世子爷竟然如此维护他，误会啊！是，世子爷，这全是误会啊！误会。既然江府不欢迎我，娘子，我们走。这是何意？哎呀，老爷，不是说世子对大姑娘很不满意吗？我怎么看他好像很喜欢江绵啊？哎呀！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刚刚多谢世子殿下。嗨，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你毕竟是我娘子嘛。我从小在祖母家长大，身边全是这些姐姐妹妹，对这些勾心斗角再了解不过。以后呢，如果有人再欺负你，我罩你。这母夜叉笑起来，竟是这般好看。我家里的情况，你也都看到了，我就不瞒你了。我家那些丑事，想必你也都听说了。3岁那年，母亲难产，可家中的稳婆都在姨娘那儿，我只好铤而走险。我看你往哪儿跑！你这个逆女啊！她才刚出生几个月，你就想要她的命啊！快把燕儿放下！不要！找人去救我母亲，否则……老爷，快答应他呀！好，我答应，我什么都答应。可最后还是晚了，妹妹江柔活了下来，母亲却彻底离开我。江面，12岁那年，姨娘就将我许配给他人，我当晚就在她茶水里下毒，吓得她再也不敢插手我的婚事。你很勇敢，若非如此，你也很难保全自己。传闻也都是真的，我的确一怒之下，用剪刀废了我的未婚夫。所以他们说的都没错，我确实是个狠毒的人。不是的，你无依无靠，为了能在江家站稳脚跟，才不得不假装悍妇。若有人能站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你也可以无拘无束，潇洒自由。你真的这么想吗？若你愿意，以后我可以做站在你身边的这个人。所图吧？啊？你是想让我给你放7期49天的假，还是想让我准许你逛红楼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。你这个无可救药的恶妇，早知道我就不该帮你了。还回不回家？喂。哎呀。喜欢不？哟，喜欢不？喜欢不？喜欢不？太子殿下，世子最近可还顺利吗？9000岁跃跃欲试，想要辅佐贵妃之子九皇子谋权篡位，动作不断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前几日，祖母带人来家中大闹。还趁机在府中安排眼线，还好有我娘子帮忙，这才把祖母和她带来的人赶出去。料想，这么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动静，还望太子放心。哎，这才多久，就不叫什么河东狮母老虎了，改成娘子。
你们的感情突飞猛进呀！让太子见笑了，这新婚燕尔，一刻都离不开我，真麻烦。哼，真是岂有此理！那个什么林世子，几次三番坏我大事，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扶持九皇子登基呀？让贵妃扬眉吐气。义父，孩儿有一计啊！哦，说来听听。林世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太子党，表面虽然纨绔，但内心却阴暗得很。与其从他入手，倒不如先撬开他枕边人的嘴。听说他近来新婚，不知娶的是哪家姑娘？他的新婚妻子江绵。咱家记起来了，就是那个女子一铁刀断了你的子孙根。你与其说是献计献策，不如说是公报私仇。义父明鉴，我每日为了义父的大业，每日辗转难眠，深思熟虑。倘若这一次能与那江绵新仇旧恨一起清算，堪称两全其美。对，不然贵妃准备起来吧。是。江绵，我终于能报你的一箭之仇了。娘儿，快来，娘给你们带了好多礼物，快挑挑，喜欢哪一个？娘，你们不知道，您不在府中的这段日子，江绵是越来越嚣张了。嚣张的，不然怎么镇得住你这个混世嬷嬷？对吧，娘儿？我看她才是您的亲生女儿吧，我好像捡来的似的。那倒也没有。这给你，谢谢娘。挑挑吧，有你的。姑爷小姐，贵妃在宫中设宴，邀请你们前去。娘，来，你试试这个。好嘞。9千岁正全力扶持贵妃之子九皇子上那位，你试试这个。哎，不知此时传诏有何神意？算了，是或躲不过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哇，这个真漂亮。天哪，贵妃今日居然还邀请了江绵，她可是京中第一恶女，声名狼藉。据说曾经当奸殴打丈夫，毒害庶母，赶走长辈，简直是十恶不赦。我才不屑跟这样丢人现眼的女子共处一室。若人人都像她那样嚣张，那还得了？什么阿猫阿狗，还拿自己跟我娘子相提并论？我娘子这京中第一恶女名号，是自己打下的江山，别人岂是说学就能学的？这些闲言碎语我听得多了，早就不放在心上了。娘子，你心胸宽广，可有些人实在是卑劣，连红楼唱曲的姑娘都不爱背后嚼人舌根，还说自己是大家闺秀，真是可笑。贵妃娘娘到。贵妃娘娘请安。请安。免礼，都坐吧。
夏灵睿被我废了之后，居然进宫做了太监，如今竟然服侍在贵妃娘娘身边，今日须得加倍小心。今日邀请各位前来一叙，只为宴饮作乐，各位不必拘谨。听闻林世子今日新婚，恭喜了。谢娘娘关心。世子大婚，本应可喜可贺，只是听说世子妃品德败坏，根本不配做明媒贵女，当街殴打夫君，赶走祖母，还要世子成为京中笑柄。哦，竟有此事？是。公公也知道这些都是传言，相信娘娘耳聪目明，自然不会偏听偏信。就算是真的，那又如何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我娶了江绵，免得这悍妇到处捡别人命根子，岂不是功德一件？夏公公，您说对吗？世子爷还真是与众不同，能忍常人之不能忍，还是没有夏公公能忍啊！既然世子妃不像传闻中那么嚣张跋扈，那想必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啊。不如世子妃为我们弹奏一曲，可好啊？娘娘，这宫中乐师个个技艺精湛，我家娘子就不班门弄斧了。本宫只是想给世子妃一个表现的机会，弹得好还是不好，大家都不会在意的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娘娘说的是。贵妃既然主动邀请我弹奏，我若不答应，便是当众驳了贵妃的面子，留下了把柄。不如顺势而为，看看她到底想做什么。既然贵妃娘娘诚意相邀，那张眠就献丑了。听说江绵不学无术，每日在家欺男霸女，他会弹什么古琴？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。如此恶妇，胆大包天，毫无自知之明。今日在贵妃娘娘面前献丑，他日便在京城变成他人茶余饭后的笑料。你们又不了解我家娘子，怎知道她不会弹琴？既然世子爷对世子妃这么自信，那么就请世子妃赶快演奏吧。我等洗耳恭听。天哪，江绵居然真的会弹琴，琴声悠扬婉转，技艺娴熟，我们竟小看了他。哇，这样精妙绝伦的演奏，皇家乐师也不过如此。没想到这京中恶女竟然才华横溢，看来传言也未必都是真的。本想让她在众人面前出丑，没想到反而让她大放异彩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有后手。没想到娘子还有这样的一面，她看似泼辣，却蕙质兰心；貌似凶恶，却足智多谋。明明是我配不上她才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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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得好，好呀，弹得真好。还好我提前动了手脚，否则还真让江绵出了风头。大胆！那可是当今圣上赐给贵妃娘娘的宝物，江绵蓄意破坏，简直罪无可恕！来人呐，
将这罪女拿下！贵妃娘娘明鉴，我娘子一心献艺，无意损毁古琴，请贵妃娘娘从轻发落。这事儿也怪我，是本宫执意让她抚琴。既然世子妃不是有意的，那便留在宫中抄10遍女德女戒，小惩大戒吧。下去吧。我在宫外等你，我看到你回来，我不离开。多谢娘娘开恩。世子妃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化成灰我都记得。江绵，你应该没想到，终有一日你会栽到我手上吧？江家定会抛弃，而国公府也犯不着为了你去得罪贵妃。5年前的仇，我们慢慢清算。我说这些年你死哪去了？原来是进宫做了阉人。这残缺之人不能当朝为官，这些年你应该过得很幸福。来人，这罪妇随混御赐之物，好好拷问一番。林小莹还在等我，现在夏灵瑞投靠了9000岁，一手遮天，他可千万不要犯傻，自投罗网。当年你毁了我时，没想到会有今日吧？的确，我以为你做不成男人会羞愤自己，这都不去死。尽管嘴硬，我宽宏大量，只要你开口承认林向轩谋逆，我便放了你。否则，今日你休想从这里走出去。当年夏灵瑞正是风头正盛的才子，却不惧我的名声，主动上前求娶。他才华横溢，我以为知纵心，可直到有一日，当我回到家中，你放开他！小美人儿，你要乖乖听话，否则我便毁了与你阿姐的婚约，让她的名声以后别想再嫁人。比起你姐，我更喜欢你。江年，你还是改不了这臭脾气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姐妹早晚一起嫁过来，早晚都是我的人。放榜之日就在不久。3天后，我便是天子的门生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是啊，天子门生，一旦他告状，我便动不得他。夏郎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冲动了。我恶名在外，你肯娶我，便是我的福气。哼，算你懂事。快扶你夫君起来。江边，你这个毒妇！我不会放过你。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，相公的事一概不知。我没
没想到你对那姓林的还挺深情。我问你，当年我愿意娶你的时候，你却毁我前途，如今后悔吗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到现在还死不悔改，甚至认贼作父，愿意去做9000岁的干儿子，真是不知羞耻！我看你能逞强到几时？哼！你在这里饱受折磨，林世子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你可想过这样做值得吗？我被扣留在贵妃寝宫，想来林香也等不到我，已经回家去了。曲礼宾还是人之常情，我不怪他。我相公顶天立地，你这无耻阉狗，也配谈论他？你知道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有多久？你还不识好腿？你该不会是还在等待你的纨绔夫君来救你吧？啊！住手！林相宜，贵妃娘娘下令让我严刑审讯此女，你要是敢阻拦，小心你的项上人头！谁人敢动我？杨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擅闯护宫，可是要治罪的。为了我这么一个恶女，值得吗？为了你，什么都值得。你要想好，这里可是我的地盘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就今天休想活着走出这里。李相宜，我可是9000岁的干儿子，你敢伤我？我有何不敢？来人呐，把这个逆贼给我拿下！来人！大胆林相宜，居然敢擅闯后宫，给我拿下！贵妃娘娘，你假借宫宴之名，设计陷害我娘子，滥用刑罚，又跟9000岁勾结，里应外合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若是闹到圣上面前，又该当何罪？好大的胆子！臣不敢。兔子急了还会咬人。贵妃娘娘若是不给臣一条活路，那臣纵是拼了性命，掩护娘子周全。私闯后宫是臣一人之过，若贵妃娘娘不依不饶，臣自会到圣上面前请罪。孰是孰非，你要好好甄辩甄辩。若真被他闹到了御前，说了不该说的，只会对皇儿不利。哼！你怎么样了？林相宜为了我擅闯进宫，不畏强权。他说过会站在我身边维护我，他做到了。李相宜，林相宜，
给我等着！看来你与夏灵睿的仇挺深的。夏灵睿当年对我妹妹图谋不轨，我废了他，他自然是要报复的。这个世道，畜生也敢出来扮作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你安心养伤，有我在，这段时间谁也动你不得。年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担心死为娘了。别动，你身上有伤。娘，明儿没事，让您担心了。好孩子，当初八抬大轿将你抬进来，现在竟被人欺负成这样。你放心，我们整个国公府都会为你撑腰的。那夏灵睿与我有血海深仇，想必不会善罢甘休。与其等他们闹到国公府上，不如我们主动出击。如今把伤养好最重要，待你伤好了，为娘好歹也是诰命家人，说什么也要为您讨个说法。那既如此，就请娘陪我一起去吧。好，年儿你放心，我们整个国公府上下都与你共进退。谢谢。谢什么？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啊。对了，年儿，自从你们成婚以来，相姨就一直住在书房。这读书固然重要，但是你们两个的夫妻感情也要维系啊。不如就让相姨搬回卧房，也好照看你的伤势。你看如何呀？若你愿意，我也可以做站在你身后的人。他说过会站在我身边维护我，他做到了。我觉得可以。我娘子需要照顾，儿媳也没有意见。太好了！该死的林相爷，竟然敢坏本宫好事！娘娘不必多虑，过几日就是秋猎，干爹已经设计好了，到时万事俱备，控制住所有人，直接逼宫，到时便可扶持九皇子荣登大宝。当真？嗯，那太好了，这次绝不可以出错。一旦事成，我儿与9000岁共享天下，绝不失言。多谢娘娘，我定能把这个好消息转告干爹。国公夫人，世子妃到。他们来做什么？宣，娘，能穿上诰命服亲自陪我走这一趟，儿媳心里实在感激。好孩子，你是我国公府世子妃，欺负你就是欺负我们国公府。拿出气势来，今天我们好好会会贵妃娘娘。夏灵睿和贵妃以为我是个软柿子，今天我就让他们瞧瞧，什么叫做京中第一恶女。国公夫人今日身穿诰命服，亲自来我宫中，有何见教？我听说儿媳前几日在贵妃宫宴上弄坏了御赐之物，给贵妃添了麻烦，所以特意带儿媳前来给贵妃娘娘赔礼，还请贵妃娘娘不要放在心上。我看国公夫人赔礼道歉是假，兴师问罪是真。
国公夫人不必多礼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不必再提。今日国公夫人亲自前来，本宫定要盛情款待。夏公公，看茶。请坐吧。若非是看在陛下亲自诰命的份上，小小一个国公府也敢到本宫面前耀武扬威。请国公夫人和世子妃用茶。呀，妍儿，听说你跟夏公公还是故人呐？母亲，你也听说了？我与夏公公确有交情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也多亏了我，夏公公才有心进到宫中谋得这份美差呢。哦，还有这段往事啊！我听说夏公公当年才华横溢，差一点就成了天子门首。唉，没想到人各有志，居然进宫做了太监。果然，人只要有本事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那我倒是要感谢世子妃了。那倒不必，这也是夏公公你自己的造化。若是你非要感谢我，那也可以，那就好好给我们端茶倒水吧。哎呀，我的玉镯！夏公公，你放肆！你竟敢损毁世子妃的玉镯，该当何罪？哼，国公府家大业大，一个破镯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依我看，世子妃手上这些破烂儿，就算扔到大街上，也没人捡。你，夏公公，你怎会如此不小心？竟然弄坏了世子妃的镯子，那便赔她一个吧。明明是世子妃故意碰瓷陷害咱家，也罢，咱家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世子妃，你开个价吧。大胆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，诋毁先皇太后赐给我的玉镯！贵妃娘娘明鉴，此乃先皇太后赏赐给国公府的至宝，夏公公刻意损坏，又出言诋毁，该当何罪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破镯子是先皇太后御赐的宝物。素闻贵妃娘娘御下有方，没想到手下之人对先皇太后如此不敬。几日前，我弹断了皇上御赐的瑶琴琴弦，贵妃娘娘便罚我留在府中抄写女德女戒。我堂堂世子妃，犯错尚且要承担责任。贵妃娘娘如此注重礼法，难道对先皇太后御赐之物就这般不值一提？本宫绝无此意。那请问贵妃娘娘，要如何处罚夏公？难不成为了一个公公，您要置规矩礼法于不顾？夏公公也并非有意为之，而且已经知道错了。依本宫看，不如就罚他赔偿世子妃一个类似的玉镯。此物乃先皇太后御赐之圣物，夏公公不过宫中一个内官，他送出的玉镯也配相提并论？世子妃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，从来不是我。够了，那依世子妃所见，
该怎么惩罚夏公公？不如就打他50大板，以示天规。娘娘，50大板可是会把人活活打死的。夏公公也并非有意为之，要我看，贵妃娘娘，如果今天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，我就去禀告皇上，让陛下来定。陛下素来以孝治天下，想来一定能给出公正的判决。贵妃娘娘，那日你将我强留在府中，让夏公公对我动用私刑，在我身上留下各种鞭痕，不知皇上是否知道，贵妃娘娘滥用私刑，花样百出。既然贵妃娘娘管理不好身边之人，那不如就交由圣上，由他来定夺。来人！夏公公损坏先皇太后御赐之物，惩罚5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娘娘，娘娘，饶命啊！娘娘！夏公公虽然是个内官，但身体素质却真是强健，打了这么久，还有力气鬼哭狼嚎的。想年不会放过你的。贵妃娘娘，我来接母亲和娘子回家。相公，你来了。这恶女果然好难对付，再让她继续待下去，不知道还有什么花招。还是快点送走比较安全。世子爷来的正好，快带世子妃和国公夫人回去吧。哎呦，这不是夏公公吗？上次见你威风凛凛，怎么这次看你却如此老实？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这都是夏公公的福报。还真是。我们走，回家。哎，贵妃娘娘，这50大板可1板都不能少，要不然就是藐视天威了。等等我呀！国公府上下全部私有于股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还得是我娘子略施小计，就狠狠地收拾了夏林睿。娘子，你可是我们国公府的守护神呢，怪不得还未出嫁的时候就声名赫赫。娘子的名声岂是小儿夜啼，可吓退千军万马。相公这是在骂我还是在夸我呢？这指桑骂槐的功夫见长，看来相公今日的功课大有进步啊！不如让母亲好好考考你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来，小姨说的对，敏儿啊，就是我们家的守护神。自从敏儿进了咱家，国公府处处蒸蒸日上。来，相爷，快把这碗补汤喝了，好好养养身体。哎，汤里被我加了点料，他们夫妻2个又正当盛年，看来很快我就能抱上孙子了。来，敏儿，你也喝。谢谢娘。娘子，这汤味道甚好，你多喝点，以后我们国公府就靠你罩着了啊！你可少推卸责任。今日的功课完成的怎么样了？世子妃，二小姐江柔来信了，说是过几日会来国公府与你一叙。
真的吗？柔柔要回来了，回来的正好，家里啊更热闹。正好下个月初宫外举行秋猎，敏儿，你可以带着妹妹一起去玩耍一番。这么高兴的事儿，咱们今儿啊放开了喝。来，干杯！来。太好了，我们国公府就快有后了。这房间里怎么这么热啊？我去开窗户。相公，长夜漫漫，你怎么忍心让妾一个人独守空房啊？去帮我拿杯水。杨子，你摸摸我的心，快不快？梨花山上花为蕊，湘江之畔香出。那趟不对劲，我娘为了抱孙子，真是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。相公，我好热啊！杨子，你也好香啊！还好我及时抵抗住了药效，不然……哎，怎么没动静了？可能是不好意思。回吧。棉儿，相姨，快出来！娘，怎么了？你快看看谁来了！柔柔，阿姐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哎呦，你们姐妹俩，一个泼辣能干，一个却这么娇滴滴，真是各有特色，惹人喜爱呀！既然是江棉的妹妹，来到国公府就像在自己家一样，千万别拘束。是啊，你们姐妹俩多年未见，肯定有很多提起话要说。我去吩咐厨房做些好吃的，你们快回房叙旧吧。啊，走。娘，他撞我一下。阿姐，
我可想死你了。这些年你还好吗？我可好着呢，就我这京中恶女的头衔，谁敢惹我？对了，我听说你嫁给林相宜，她可是京中有名的纨绔，你怎么嫁给她了？这个说来话长了。不过我倒要问你，这次回来还走吗？不走了，我要永远陪在阿姐身边。况且我听说夏灵瑞那个阉狗在朝中横行，我担心阿姐的安危，所以特意赶回来。好，柔柔长大了，知道保护姐姐了。明日便是秋猎，到时候随我一起去秋猎场上，咱们两个好好陪他们玩玩。好，但是你得先让我再抱一会儿。哎呀，还跟我撒娇呢。1年1度的秋猎又开始了，也不知道今年谁会拔得头筹。反正不是你。嘿，哟，夏公公好，七王爷，赵世子，好久不见，近日可好啊？甚好，甚好，甚好，甚好啊！这俩姐妹居然齐聚于此，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看她们今日春风得意，我非让她们这对姐妹花沦为阉人的玩物，生不如死。9000岁，如今可是圣上面前的大红人，权倾朝野，一呼百应。夏公公跟着9000岁，将来必定前途无量啊！哎，夏公公才高八斗，当年差一点就成了天子门生，这无论跟着谁，那可都是名利双收啊！哎，咱家只不过是为了圣上尽忠罢了。在咱家看来，只要胸怀大志，敢想敢做，便是好男儿。是啊。夏公公，好男儿这3个字，你好像一个字也不沾边吧？京城之中，谁人不知世子爷可是个窝囊废的妻管严，还未成婚就在红楼被世子妃拧着耳朵带回了家。是啊，俊烈到这种程度，简直不配称之为男人。我要是世子爷，我早就没脸见人了。相公，今日风大，快把披风系上，小心着凉。你又设下了什么陷阱？这不对吧？我在人前给你脸面，我劝你见好就是了。那个去，没看见我们几个男人正在聊国家大事吗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凑什么热闹？相公教训的是妾唐突了。哎呀，相公，你的鞋怎么脏了？都怪我不好，我应该提前帮你准备一双备用的。这怎么跟传言不一样了？他何时变得这么温柔了？算了，下次注意啊。谢相公。世子，听说夫人婚前是京中有名的悍妇，您是用了什么手段才将她拿捏得这么服服帖帖的？还不是因为我英俊博学，年少有为，所以仰慕于你，这才收敛了脾气。看来一切都是谣传，世子爷预期有数，何谈惧内啊？夫君风大，他倒是在外人面前小心着凉，给足了本世子面子。这个贱人，从前同我订婚之时，从未如此做小伏低，现在却为了林相宜做到这种地步，可恨！他们不是喜欢表演夫妻情深吗？我就给他们个机会。圣上驾到！圣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圣上！谢圣上！谢圣上！秋高气爽，
朕与众卿齐聚于此，今日狩猎，拔得头筹者，朕重重有赏。拔得头筹者，可向朕提出任何愿望，朕都可以给予满足。圣上，狩猎之时，虽然参与者个个勇往无比，但年年如此，毫无新意。咱家听说世子爷精通骑射，技艺精湛，又刚刚娶了世子妃，新婚燕尔，不如换个新玩法，让他们为圣上添个新彩。哦，你倒是说说，有什么新玩法呀？不如就让世子爷蒙上双眼，让世子妃头顶上苹果，站在把前，看看世子爷是不是真能做到百发百中。玩得这么大吗？好。这玩法虽然新奇，但太过残忍，稍有不慎会血溅当场啊！哎呀，陛下，这玩法甚是新奇，臣妾想看。哦，好，哈哈。不知世子和世子妃可否表演一段呀？咱家作为一个外人，都相信世子爷的精湛骑射，难道世子妃不相信吗？既然世子妃不相信，那也可以不表演，就当咱家没提过。回圣上，臣愿为圣上上刀山下火海，但此事涉及到臣的妻子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凶险，臣也不想他孤身涉险。回陛下，臣女相信相公，愿为陛下表演。娘子，这太危险了。阿姐，这也太冒险了，蒙眼射箭，谁也不能保证准头，万一危及到你的性命呢？没错，此事的确危险，所以臣女斗胆向陛下求个彩头。若是今日相公果真能射中我头上的苹果，那我们无论提什么要求，都希望陛下恩准。好，准了。那就请世子爷跟世子妃赶快表演吧，大家伙儿都等着开演呢。好。世子爷，你要是不情愿就直说，答应了圣上却不行动，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？要是这般拖延时间，更显得你是一个没用的窝囊废。我看世子爷分明是想换心腹，圣上只说了让世子妃头顶1个苹果即可，可他竟然让世子妃足足拿了3个。谁不知道世子妃不过是在外面给他些面子，还未过年的时候就在街上痛殴他，全城男人的脸都被世子爷丢尽了。这是准备要3箭齐发啊！3箭齐发，这看来世子爷跟世子妃的感情实在是不睦啊，居然想趁机要了世子妃的命，真是负心薄幸，人面兽心啊！江绵，你们不是夫妻情深吗？今日我便让你死在他的剑下。中了！好！哎呀，这个箭法神了！好，太厉害了！娘子，你没事吧？阿奇，你真是太冒险了，也不知道这个呆瓜射不射得准。我相信他。蒙住双眼，
才能将所有箭矢均射中目标。林世子，你今日是当之无愧的魁首啊！你们看到没有？林世子看都没看，只需要凭着感觉就能百步穿杨，果然艺高胆大呀！怪不得世子妃毫不畏惧，原来早就知道世子爷身怀绝技啊！这一对伉俪之间的默契，实在是令人羡慕啊！该死的林相夷，居然有这么好的骑射本领，本想衣食二娘取了江绵的性命，没想到让他大出风头。朕曾承诺，他的头筹者无论提出什么愿望，朕都会满足。世子妃，你有什么心愿呢？陛下，臣女别无所求，只想给秋烈添点彩头。不如就让夏公公学几声狗叫就是。圣上，世子妃这分明是有意消遣咱家呀！夏公公，这新鲜玩意儿可是你提出来的，难道你要食言？该不会你想戏耍圣上，冒着欺君之罪，也不听圣上的话吗？同为臣子，我们不顾性命只求皇上一笑，但有些人却不顾皇上的威严，真是让人寒心。你们少胡说八道！圣上，他们故意羞辱咱家，想让咱家颜面扫地，还望圣上收回成命，不要助了他们的嚣张气焰。夏公公，朕说过的话岂能反悔？是，更何况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不要小家的气。世子妃既然提出要求，就照做吧。是，圣上。快些吧，夏公公，不就是几声狗叫吗？你平时不是学的挺好的吗？哇！大点声，夏公公，难道你没用膳吗？既然是学狗叫，那不如就学得像一些，趴在地上摇摇尾巴。圣上，准奏。早知今日，当时在暗室里，我就应该杀了林相夷和江绵。等下我必让江绵和江柔生不如死，方能报我今日颜面扫地之仇。林相夷飞鸽传书，跟我说相约此处，有要事商量。可是他人呢？世子妃，你还是落到我手上了。等你成了残花败柳，我看看你还是不是世子爷的心肝宝贝。柔柔姐，我好害怕。你想怎样？我要把你们姐妹一同献给9000岁，9000岁一定会对你们这对姐妹花格外怜惜，爱不释手。是吗？可我听说9000岁男女不敬，夏公公如今地位如此之高，是不是把9000岁侍奉得很好？你贱人！事到如今你还敢嘴硬？我告诉你，9000岁已经带人控制住了秋猎现场，只差登高一呼，便会权倾天下，辅佐新王登基。林相夷也自身难保，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，还等着这个窝囊废的夫君救你于水火。来，9000岁。夏林睿，你可真是懂事儿啊！知道咱家喜欢什么就给咱家送来，咱家可要好好享受享受。你不要姐姐，柔柔，姐姐，阿姐。小美人，害怕了吧？
咱家用舌头帮你舔干眼泪。阿姐，柔柔，阿姐。等9000岁享用完了，还有无数的公公等着享用。我看你能坚持到几时？江绵，这就是你害了我的下场。你等这一天，等了很久了吧？我在这里受的每一份委屈，都会对你恨意更深一层。今天你必死，连相爷也逃不掉。他以为他隐藏得很好，其实我们早都知道他是天子的人。过了今晚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没错，今晚过后，一切都会有个结果。干爹！香柔，你什么9000岁？我看他连今晚都活不过。夏公公，你知道吗？当年阿姐为何要用剪刀？因为你下面已经碎了，是我捏碎。你不会蠢到以为我们会被你绑架吧？江绵，这都是我们3人联手为你设下的局。看到我们为你如此处心积虑，你感觉如何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在西北这些年只是游山玩水吧？西队匈奴，镇守西北的女将军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你说你惹谁不好，偏偏要惹我阿姐，害得我特意从边关加急赶回来，真是麻烦。你们不要乱来！9000岁已经派人包围了求猎现场，此时应该已经控制住了圣上，下了传召圣旨。我们的人很快就到了。没错，已经下了传召圣旨。太子已荣登大宝，还不跪下迎接新帝？这怎么可能？9000岁明明已经带人控制住了求猎围场，此时登基的应该是9阿哥才对。9皇子和贵妃娘娘犯上作乱，意图谋反，已经和9000岁一起在阴曹地府等着夏公公。林世子护驾有功，世子妃以身犯险，献上赐良田1000亩，封世子妃为诰命夫人，江柔为镇西北大将军，将这贼人交给你们随意处置。多谢圣上。平身，回宫。世子爷，千错万错，都是9000岁的错，求您饶了奴才一条狗命。江绵，看在我们之间的情分上，请帮我求求世子爷，饶奴才一条狗命吧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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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死。3天后，我便是天子的门生。从你欺负江绵那刻起，你就已经是个死人。
娘子，我帮你报仇了。谁让你报仇？好你个林相夷，当初你从西北回京，我是叫你照顾我阿姐，可没让你当我姐夫，赶紧和离。我阿姐岂是你能小想的？娘子，他凶我。娘子，他凶我。柔柔，当初我去红楼捉拿林相夷之时，我们二人便达成约定，1年之后便和离，各奔东西。我纨绔的名声，娘子可以帮我隐瞒，但1年内不许休妻。到时候只能和离，让他带走全部嫁妆。和离后，他便能自立门户。而世子的条件是，想办法让外祖母的人住在外面。他的人里有不少眼线。他搬去书房，也是为了让他能够名正言顺的在书房议事。娘子，1年之期未到，而且如今赌坊里关于我们的赔率已经高达100，那可是真金白银，你就舍得这么放手？这么一想，是有些可惜。那我们就厮守一生，这样每年都能财运亨通，岂不美哉？不行不行，横看竖看我都看你不顺眼，赶紧和离。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那纨绔的名声都是烟雾弹。再说了，家有悍妻，我以后哪还敢招猫逗狗、游手好闲啊？说你2句还装上了是吧？不和离也行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只要你在，1000、1万个要求我都答应。赌坊的钱你不能自作主张去收，我最喜欢收钱的乐趣了，必须得我来。白驹悠然他江冕，我是你夫君。蓑笠般雨寻青梅，梨花山上花为蕊。为了我这样一个恶女人，知道仗剑行山水，是一盏酒一杯。折桃而垂，摘落星月作剑陪。都听娘子的。莫追我按下的马尾，天涯一骑不回，只万里。